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闲话的塔罗时间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、鼓励和建议，也希望我的影片能帮助到大家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次的题目：对于这份爱情，我该继续或是离开？浪漫天使给我的建议。那暗恋、暧昧、交往、分手，各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没有时间限制，何时观赏影片都能测试。在有限的青春里面，不管是暗恋、暧昧、交往中的人，分手后想复合的人，都很怕万一爱上错的人，也怕会耽误自己及对方的时间，或浪费投入那么多感情。很多人就会思考，是应该继续往前走，或是离开，改选其他道路前行，希望得到上天的指引。这就是今天这部影片的目的哦。现在，请大家在心中静静冥想问题，选择你喜欢的内容观赏。这里有第一组26号牌，第二组16号牌，第三组6号牌，共3个选项，搭配3只可爱的猫咪摆饰。猫咪身上都写着幸福快点来的意思，是能招来幸福的猫咪哦。那现在请你以直觉选择，挑自己最喜欢的选项。另外，我要提醒一下，这是大众占卜，并非完全符合每一个人的所有状况哦。如果觉得影片内容完全不符合自己的情形，请你重新选择，不要强行套入自己的情况。解牌之前，先介绍本次使用的卡牌：第一，澳洲蓝天使公司天使神谕卡；第二，美国游戏公司之中华塔罗牌；第三，意大利圣甲虫公司白猫塔罗牌迷你版；第四，商周公司翻译出版之神奇奥义猫塔罗；第五，生命潜能公司翻译出品之浪漫天使指引卡。喜欢的人可以自行上网查询哦。嗨，第一组的朋友，你的指引卡说到26号内在平静牌 Inner Peace 及副牌的7号牌和谐牌 Harmony。解牌前，我们先看一下这2张牌。这张26号牌是以第一人称所画的卡片，画面中有一座花园，中间有一棵树，树干中心有个发光的门，门周遭有5位精灵，在旁边正引导着看着这张卡片的人们。那第7号牌和谐牌，画面中一个女生很平静祥和的在大自然中静坐。你看，从她的心轮处发光，心轮是7大脉轮中位在人胸部中间，掌管情感、爱和幸福的部位。她心轮的光往外形成一道防护罩，保护着她。那这组朋友比较宅，喜欢待在家里，家里会让你充满着安全感，不喜欢常常跟很多人社交，下班了也不喜欢和同事很多不认识的朋友出去玩。学生和工作时所认识的人，除了好朋友之外，其他呢都是点头之交，或者是听他们讲八卦的对象。不是你交友眼光很高，也不是你觉得自己太过优秀，嫌弃别人配不上你，而是你很怕麻烦，怕没有安全感，不喜欢认识很多新人，尤其是可能会发展成恋爱对象的人。你可能会觉得从认识到交往要花很多时间，花好多精力和时间，而且结果也不知道是否会成功。那万一分手了，还会伤心难过好久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比较实在。有点像林濑遥所演的日剧《干物女要怎样》的女主角，
他下班的时候就只想回家躺在地上或床上看书、追剧，爱做梦、爱幻想。但是呢，这组朋友一旦你爱上一个人，对方也对你很好的话，你就会认定对方，很认真的对待那个人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也会幻想和他有着甜蜜的未来。可是这组朋友最近你遭遇了很多事情，影响到你的爱情观和对爱情的信心，也让你很不安。你来看这26号牌，只要你往树洞中的发光门走过去，你会发现门口已经有精灵在等着你了。他们会引导你朝向内心最安全、纯净的地方，去发掘内心对爱情最原始的真实想法。人生还很长，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事情，上天自然有安排。只要你内心保持着正面的想法，你会发现光明的未来在等待着你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塔罗牌。那我们先看现况如何，看完之后呢，再来看如果你继续喜欢或者是想着目前的对象，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。那之后再看你如果不喜欢或者是离开这个对象，未来3个月情形会如何呢？那不管是现况、继续或离开，我都会分成暗恋、暧昧、交往、分手的4个情况来解牌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你爱情的现况，抽到了什么呢？你抽到的是太阳牌的逆位，还有女祭司牌的逆位。那先讲暗恋的情况。暗恋的这组朋友呢，你呢有暗恋对象的人呢，大部分的对象就会像太阳一样，是属于阳光型，很多人喜欢的，让你觉得自己是不是配不上对方，不敢让对方知道你也喜欢他。虽然你很想像牌中后羿射箭一样，成功射下太阳，就是赢得你喜欢的对象的青睐，但是你本身很容易胡思乱想，很怕失败，加上你平常也不是爱社交的人，那这组朋友大都恋爱经验不是很丰富，因此不太知道要如何去与他人互动，很难把握机会，因此你遇到他的时候都很不自然，甚至会太过紧张，有些神经质，又有点怪异的言行举止。那有些朋友你喜欢的对象已经有另外一半了，导致你想要喜欢他，却又不敢表示。那如果是暧昧的人的话呢，这组朋友呢，对暧昧中的人而言这时候酸苦的滋味多过于酸甜，因为你觉得对方太过耀眼了，就算对方呢不是大众情人，或者是学校的校草，工作地方的男神，你也会觉得自己的条件和对方是有差距的，总觉得说自己是矮对方一截。就算对方和你聊天互动、吃饭，或者是与大家一起出去游玩，你都会告诉自己尽量不要胡思乱想，对方可能只是开开玩笑罢了，希望自己不要当真。那就算有朋友跟你说那个人好像对你有意思你也会有点歇斯底里的，担心东担心西，内心希望这样的人能和自己在一起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怕对方只是跟自己玩一玩而已，或是把自己当作知己，反而让你的对象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有的朋友你的对象如果是已经结婚的，那让你在道德与喜欢的界限上非常挣扎，你就会想要放弃。那我现在来说交往的朋友，这组呢，如果是已经在一起的朋友你和对方能走在一起，很多都是经历一些事情，克服困难才在一起的。但是在一起之后，恋情也不敢太高调，例如是办公室恋情、外遇，或者是劈腿的不伦恋，或者是家长、亲友反对的对象，或是你们的身份地位、年龄、财富
差距很多。总之，目前啊，它都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地下恋，导致你的心情就算是在交往了，也很不踏实。你虽然喜欢对方，但是你一直处在没有安全感的感情世界，让你充满着不安和焦虑，非常容易胡思乱想。不管对方说什么或做什么，你都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你从内心就不完全相信这段关系，不信任自己的选择，而且你们大多不能公开，所以更害怕让周遭的人知道，影响自己的心情。那如果你都没有上述不能公开的情形，平常恋情也不会很低调的人，你会因为对方条件很好，异性缘佳，或者是对方与前任还有联络，你有时候会疑神疑鬼的，让你会有不安的情绪。那分手的朋友呢？这主要是已经分手的朋友在交往期间本来就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了，而且呢，因为恋情大多不能公开，双方常常互相猜忌，平常就争吵不断，对彼此的行为都充满着怀疑。分手的时候，大多也不是和平分手，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口角，有的呢，甚至还有很激烈的冲突出现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算对方来找你复合，你也不会想要答应了，因为你知道这些问题都在，短时间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但是你又无法完全放下对方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还是常想到他。那在天亮或冷静之后，又想着算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，如果你选择继续这段感情，或继续喜欢这个人，那3个月内的情况会是如何呢？好，你抽到的是宝剑5的正位，还有战车牌的正位、节制牌正位、圣杯5的逆位。那暗恋情况的朋友呢，你喜欢的对象是有很多人喜欢的。如果对方已经有交往对象或是已婚了，你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，你会耍一些心机。那不管是尽量出现在他面前，或是有意无意找他聊天，在线上也会常常传讯息给他，关心他。有段时间呢，你觉得对方好像没有很明白的去拒绝你，之后你会一鼓作气，想要快点推进这段关系，并且呢，还会去找他聊天，什么话题都能分享。如果呢，他有心事，你也愿意倾听，就算当他的普通朋友，你都可以接受。虽然呢，这3个月后的结果不如预期，你之后也会慢慢的坦然面对，因为你在这3个月内已经很努力付出，吸引他注意了，有努力过，在确认他的心意，投入在其他人或者是其他事情之后，你也会坦然接受这个结果，就慢慢的放下他了。那如果你是暧昧的朋友，你喜欢的对象异性缘很好，他有不少爱慕他的人，你为了要战胜那些潜在的敌人，你会出很多新的招数，例如有意无意试探他，或者是制造一些单独相处的机会，说些暧昧的话和做些暧昧的行为，就是希望能跟他多一点互动。只要对方找你，不管你本身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处理，你都会尽量排除万难，就为了多一点与他互动的机会，希望能够增进感情。那如果呢，对方心情不好，想要找人聊天的时候，你也会赶快去找他，或者是与他线上聊天，强强的关心他，让他觉得你很体贴。可是3个月后呢，你觉得对方只是把你当做好朋友，或者是他众多暧昧对象中鱼池中的一条鱼而已，你就会渐渐放下他了。你会去找其他的对象，或者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工作、课业或其他事情上。那已经在交往的朋友呢，如果你之前就怀疑过对方是有劈腿的人，之后你会渐渐发现对方劈腿的行为，甚至
你会发现有的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之前没有老实告诉你，你非常生气，会和对方大吵一架。但是对方啊，也没有对他的行为真心感到抱歉，让你情绪更加爆发。之后呢，你也会跟他继续大吵，对他生气一段时间，不管见面或者是传讯息吵架。有段时间呢，你会不高兴。那生气一段时间之后，如果对方还是没有改进，之后你也就会慢慢放弃。那另外呢，这组朋友如果对方是没有劈腿的，但是他曾经私下瞒着你做一些事情，让你很生气，也让你十分怀疑。有些事情呢，他甚至是关于你的，你会觉得对方不尊重你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或是觉得他偷偷摸摸的，是不是去找别人了呢？你们之后啊，会为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吵架，虽然还不至于到马上分手的程度，但是吵架过程中总是会有讲些不好听的。分手的话，也会在生气的时候无意间讲出来。不管对方有没有真的劈腿，你后来呀，也懒得理他了。你们两人之间呢，慢慢会趋于和平，也不会再常常吵架，尽量回归平常的生活。那3个月的时间呢，你会慢慢的看开，尽量啊，不要为了对方去影响自己的情绪。有的人会选择原谅他，就放下了；有的人呢，会去做更有意义的事。重心放在工作、家庭、生活，尽量不要把心思放在爱情上。那如果是已经分手的人呢？你和对方在交往的时候，本来就发生过很多冲突了。就算分手，你也会觉得对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，还是有很多异性朋友，或者是有很多暧昧的对象，让你心里感觉很不甘心，想要过得比对方好，看对方是不是来挽留你。就算你内心有想到对方，你还是会继续过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过好一点。那一开始呢，你是要让对方知道啊，就算你没有他，你也过得很好。之后慢慢的呢，不管对方有没有真的来挽回你，你也开始过新生活了。不想啊，再回到以前吵吵闹闹的日子。你对于那段让你伤心、猜忌、痛苦的感情，你已经渐渐可以接受了，变成是一段回忆。但是你也不会回头再找他。人生将会有新目标、新计划等待你去执行。有的人可能还会有新的对象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如果你继续留在目前的现况的话呢，继续喜欢现在的人，那浪漫天使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？你抽到的是新恋情 New Love， 还有疗愈家庭课题 Healing Family Issues。 新恋情这张牌，他在说一个新的人选激起了你的浪漫情怀。那这组朋友呢，不管你是暗恋、暧昧、交往或分手的情况，你都会另外有让你感兴趣的对象，或者是对你有兴趣的对象。你之前和对方可能只是朋友，或者是不太熟悉，或者是你原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。这3个月有可能因为你本来的恋情不顺遂，或者是你改变了爱情观，改变恋爱条件，或是你与这个人有莫名的缘分，不知不觉更加熟悉，而且这个人会带给你浪漫的感觉哦。那疗愈家庭课题这张牌呢，在告诉你原谅父母，你的爱情生活也会受益。那这组朋友呢，你的爱情观啊，因为小时候原生家庭不是很美满，或是父母常常在外工作，你的童年生活和求学生活必须常常一个人，或是你求学时期就必须去外面打工，有些人要半工半读帮忙养家。如果你家里经济状况是不错的，不需要帮忙家里经济的人呢，
那就是父母的管教方式太过严厉或是独裁，让你不敢与他们分享你的心情，或是父母感情彼此没有很和谐，这都是你与父或母有隔阂的原因。这会让你以后的爱情观和家庭观都受到影响。你会害怕感情对象或是结婚这件事，你也容易没有安全感。那当然呢，人没有安全感是有很多原因的。有的人因为对方条件太好，或是对方的言行举止，或是对方异性缘太好，这些原因都是有关的。但是原生家庭也是造成你天生没有安全感的重要原因。当你无法从源头肯定自己的价值及存在，你会害怕，你会觉得一切好的都是有期限的，都是表象，很怕坏事紧接在后，会感到莫名不安。或许你小时候对原生家庭并没有这么多的想法，但是你小时候都默默看在眼里，发生过那些事情，你或许不太记得，但是那种不被理解、有点孤独、寂寞和伤心的感觉呢，身体是很自然就记得了。长大之后，你会莫名的把以前父母的情形套入你现在的对象之中。那浪漫天使希望你原谅父母之间发生过让你害怕或不喜欢的事情，或者是父母对你做过哪些不好的事情。现在长大了，有机会你与他们好好聊聊，你的心情会比较轻松。或许会发现有些事情，以前父母其实是无心之过，或者只是误会哦。如果你真心的原谅，就会真的放下过往，对你未来的感情观、人生观和家庭观都是有帮助的哦。那现在来看，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，3个月内的情况会如何呢？你抽到的是隐士牌的逆位、魔术师的逆位、力量牌的逆位。那我们先来看暗恋的情况。那暗恋的朋友呢，我不知道对方对你是有什么魔力，但是这3个月你真的很难放弃那个人。如果你逼自己现在就离开你原本暗恋的那个人，你一时之间真的很难放下他，也会觉得心里非常空虚。你逼自己不要去找他，也不要传讯息给他。可是呢，因为短时间内没有那么快有新对象，你还是很喜欢之前那个人，并没有办法真的下定决心放弃。但是你既然会考虑要离开，也来看今天的影片，就表示你和那个人有不好的部分，你也知道。久而久之，你也会知道对方其实只是光说不练的人，对方看起来很幽默风趣，没错，也很受欢迎，但是他不一定适合你，或是他只是把你当作普通朋友、同学或同事。你就算再挣扎了一阵子，3个月后，你也会觉得对方一直无动于衷，你们双方差距太大，你无法吸引对方。要是你太过主动，还会被对方讨厌，所以3个月后，你就会真的放弃了。那至于暧昧的朋友呢？你和暗恋那一组的朋友一样，没有办法真的放弃对方。就算现在逼你马上放弃，你遇到了对方，或者是看到对方的 IG 或者是脸书等社交软体，他发的新消息，你还是会不自觉的去看，或者是关心他的动态。而且你无法接受为什么他过得那么好，还有那么多的朋友都喜欢他，但是他却对你不关心。明明你对他付出很多，你后来会发现对方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其实在你们认识的这段时间，并没有你原本想的那么好。你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对他也没有什么作用。他和你搞暧昧，也会和别人搞暧昧，他喜欢享受那种过程。虽然他对你也有部分的好感，
却不一定喜欢你到要和你在一起的程度。你会觉得，不管用什么方法对他，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意，是个很难拿下的棘手对象。最后，你就会想要放弃了。那如果是交往中的朋友呢？你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对方会对你隐瞒很多事情，让你很不安。这3个月，你曾经想过要放弃，但是你又觉得对方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，或是对方是否会改进呢？可是你之后慢慢发现对方还是继续欺骗你，或者是曾经答应过的事情，很多都跳票了。有时候你察言观色的去讨好他，你会觉得很委屈，心很累，觉得你们爱情地位差得太多了，你不想再这么累了，想要和他分手。虽然内心也纠结好一阵子，如果对方还是不改变，3个月后你也是会下定决心分手的。那对于已经分手的这组朋友呢，虽然分手了，你这3个月内还是会怀念过去。不管呢，对方真的是否很优秀，但是人的心毕竟是肉做的，有真心付出过，会怀念过往也是很正常。那这3个月，你如果不向前看，只要那个人回来找你，求你，你就会心软答应。虽然呢，不是这组朋友都会这样，但是很多人确实是会心软的。分分合合，相处一阵子，发现问题还是存在，对方仍然光说不练，没有真的要改变，你们就又分手了。分手后却又怀念着过去，短暂复合之后，你还是会觉得对方没有进步，你也很难真的驯服对方，所以3个月后，你就真的想要放弃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你想要离开这个人或这段关系，浪漫天使要给你什么建议呢？你抽到的玩乐 （playfulness） 和蜜月 （honeymoon） 化学反应 （chemistry）。那玩乐这张牌呢，它在告诉你要重拾浪漫，让你内在青春而风趣的特质闪耀吧。那我要先说明一下，这张美丽的牌卡上面呢，女生的胸部上被贴了一个蓝色的纸胶带，因为女生穿着透明的薄纱，胸部是有裸露的，为了能让影片过关，所以呢，胸部的部位才会贴住，请大家见谅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说明这张牌。这组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几岁，你都让人家感觉你比实际年龄小。可能是你的动作和穿着让人觉得很青春活力，或是外表就很年轻。你可以和比你小的人在一起，人家也觉得你们差不多年纪。你本来就是很幽默风趣的人，只是遇到现在这个对象会让你很生气、难过、伤心、不安，导致你会觉得人生怎么这么艰难呢？心情不太美丽，自然而然你就失去原本的风趣。其实当你重拾信心和风趣的本性，你的未来就会不同，你会得到其他人的青睐。不用把你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。那蜜月这张牌呢，它告诉你共享欢欣幸福的假期时光。那这组朋友趁着疫情趋缓去度假吧。不管你是要找旧的对象或者是新的对象去度假，回来之后呢，如果你是找旧的人，你就会彻底了解对方其实不太适合你。如果你是找新的人去，你会发现新的人有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优点哦。那化学反应这张牌呢，它在说有一股强烈的磁性吸引力存在着。这组朋友，你会发现你和之前的对象有着莫名的吸引力，所以你才会无法轻易放下。有的占卜师会说，这种无法解释却爱而不得的关系呢，叫做业力关系。那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你们
有的人啊，上辈子就认识了，这辈子啊是来还情债的，不一定能走完一辈子，但是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对方好像似曾相识，而且很快就喜欢上了，有的还一见钟情。可是你们有些人相处之后，会发现彼此不太适合，一旦分手了，也是不干不脆的，拖拖拉拉。这是天使在告诉你，你会喜欢上对方的原因，但是他并没有要你和对方啊，要一直纠缠一辈子，选择权还是在你的手上哦，不要忘记这点。那第一组的朋友，你们的爱情呢？因为你对那个人啊太过在乎了，会让你产生混乱。在3个月内，不管你是选择继续或者是离开，你对那个人都没有办法轻易放下。时间一久，最后你还是会有所取舍的。可能对方真的是很优秀的人吧，你才会如此。但是你后来也会了解对方啊，也没有你原本想的那么好。越是了解，越是觉得不适合自己，否则你今天也不会来看我的影片了。那请你去思考你内心真正想要的，需要内心平静及安全感的你，那种不能给你安全感的人，你又何须留恋呢？那今天解牌就到这里结束，喜欢的话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，第二组的朋友，你的指引卡呢抽到第16号牌 A Door to the Infinite， 还有它搭配的副牌是第1号牌 Higher Consciousness。那我们在解释这个牌之前呢，先看这2张牌。这张16号牌呢，就是一位女性啊，站在画面的中央，泰然自若的张开双手，身上有光是通往上天的。而另一张指引牌第1号牌呢，高我意识牌，它画面中呢，女性的双手是举向上天，那头顶发光，它的天上有很多星球。这2张牌啊是非常像的，也和你选的幸福猫咪摆饰一样，都是双手很自在的举向上面。那这组朋友你会抽到这组牌呀，表示你的灵性能力非常的强。有的人呢还能与神圣能量相连接。你本身外在还有物质条件都很好，而且还会感应到一些特殊的事情，或者是听到或看到一些事。你会感觉到危险，自然就会避开。当然，你看人也是有自己独到的眼光的。有一些大家不喜欢的人，你却能看到他内在的优点。至于大家都喜欢的人，你却有不同的看法。那种人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的表面功夫，而其他人啊，要花很久的时间才会发现。当然不是说有这种灵性天赋的人就不会看错人或者是做错事，只是你有上天在保护你，不会让你受到很大的伤害。而且有时当你选错人、做错事的时候，那是上天在给你试炼，是要让你从错误中学习。当你静下心，你可以和高我连结。那高我呢，也就是你内心不受世俗所影响的纯净想法，那是一种直觉，有时候是很直接的反应。高我不会给你对或错的判断，它只会提醒着你，这个选择是否真的适合你，让你自己去思考之后再做决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塔罗牌。我们先来看现况如何，看完之后呢，再来看如果你继续喜欢，想着目前的对象，3个月内的情形会是如何呢？那再来是，如果你不喜欢，或者是要离开这个对象，未来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？那不管是现况、继续或者是离开，我都会分成暗恋、暧昧、交往
分手4个情况来解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看看你的现况抽到的是哪2张牌呢？你抽到的是圣杯9的逆位，还有命运之轮的正位。那对于暗恋的朋友啊，有些人会暗恋对方，是因为他的某些特质是你很想要的，和你很匹配。但是呢，要说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他，其实也未必。因为有些人啊，就是很喜欢挑战，越是难得到手的啊，你就越想要。有时只是一种征服欲，而你的对象呢，最近可能有称赞你，或者是与你有些互动，你短暂高兴一下，又觉得空虚。那因为欲望的驱使，你希望啊，能跟他有更多的互动，不想要只是当普通朋友、同学或同事，希望能够往前更进一步。那另外有少部分的人呢，虽然不见得你非常喜欢他，但是啊，你总觉得对方是你命中注定的人，一见到他就有一种熟悉感，希望能和他一直走下去。那对于暧昧的朋友呢，你和暧昧的对象条件都很好，不少人啊还是帅哥美女组合，成绩很好，经济条件或者是工作不错，最近你和对方互动也不错，少数部分的人可能有肉体的关系了。但是不管你们有没有肉体关系，你们都很少聊到内心精神层面的那一块。那有些人之前就是朋友了，你和这个暧昧的人过一段时间，很自然的就成为一对了。虽然没有激起什么火花呢，但是顺其自然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。少数的人自然而然在暧昧期过了呢，感情就淡了，就会分开。那会有好或坏的结果呢，也是看你们用什么心态去相处。如果你们各自都是抱着凑合的心态，或是玩玩的心态，没多久有其他更好的人出现，你们自然就会分开了。那交往的朋友这一组来看呢，你刚开始和对方在一起啊，是因为欲望和征服欲，就是单纯想要，而不是需要他。我举例来说，就是你很喜欢某一个名牌包或者是限量球鞋，但是你真的是很需要它吗？其实也不一定啊。因为同样都是包包或球鞋，其实便宜的小厂牌也是可以用啊。但是你就是想要这种牌子的东西，那这种东西就是一般人很难买到啊，全球限量的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啊，有些人除了是想要做名牌买卖之外，或者是某些场合他需要用到，那某部分的原因大概就是虚荣心吧。这组朋友你会和对方交往啊，一开始是因为对方的外在条件和物质因素而在一起。有些人可能也是因为某些原因需要联姻，或者是要给亲朋好友交代，才会和对方交往或结婚。那不管你们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，交往过程就是随着时间一步一步的走下去。到了约会时间就去，约会时间结束之后，有欲望就彼此解决。那大人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啦。没有欲望的时候，或者是不方便的时候呢，就各自回家，或者是单纯睡觉。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上班打卡，到点下班，一切看似顺顺利利的。那对外呢，也是大家很羡慕的金童玉女。可是私下呀，你内心就会觉得这种爱情好空虚哦。那不过也是有少部分的人啦，之后会有契机让你们成为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。认真的往人生下一步继续走，不会是只有表面虚伪的恋情。那这组朋友也要提醒一下，很多人都是有门当户对的观念的，不见得对方要和自己一模一样，但是呢，你会看重外在条件，例如财力、学经历、身份、地位，都是你考量的重要标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分手的朋友。
那这组已经分手的人呢，你们以前相处的时候本来就比较注重物质跟外在条件和肉体关系，很少在交心，你也会觉得这段感情有点虚假。那会分手了，你也会觉得很合理，好像整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也没什么大起大落的，就这样顺其自然。有的人甚至交往没有很长的时间就分手了，好像就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个过程而已。那我们接着呢，就来看，如果你继续这段感情3个月内的情况，就在下面这4张，你抽到的是权杖2的逆位，还有钱币皇后的逆位，钱币4的逆位，还有节制牌的逆位。那我要说，暗恋的朋友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你会选这个对象，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呢，是因为对方某些条件很好，你出于想要征服或者是占有的欲望。但是既然对方条件好，自然就有很多人喜欢，你们之后关系自然也不见得什么都照你的希望进行，这让你有焦虑感。你预定想要和他发展的进度都没有达成，你越是对他付出越多，他就越是不领情。因为他也是有其他暧昧对象的。刚开始当他想要找你的时候，有需要你时，你常常会出来。可是当你呢想要找他的时候他却找理由拒绝或拖延。他好像看起来很忙，很多活动，你很难去找到他。那他呢，也不是只有找你而已，他也是会找别人的。这会让你害怕，他是否离你越来越远了，你就更想找他。可是你越是找他，表现出占有欲越强，他就越躲着你。你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双向沟通的，常常都是你在讲你的想法，这让对方有压力，久了对方也不想听了。所以这3个月呢，这组的朋友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进一步。那如果你是暧昧的朋友呢，你暧昧的对象会让你有焦躁感，因为对方条件也很好，也有其他的选择。那说穿了这组朋友其实你或他可能都只是彼此暧昧对象之一，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征服他，希望他在众多情敌中对你是最为特别的，因为你想要赢对方，想要赢其他人。但是后来你会发现，你根本也没有比较特别，而且你们见面的时候，大都是物质上的往来。部分的人在暧昧阶段就有肉体上关系，却没有精神上的对话。虽然让你感觉空虚，但是你还是会有想要找他的时候。不管你对他有没有爱情的想法，毕竟你也付出时间给他了。有的人还会付出金钱，也是希望他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你。可是对方呢，却不能如此。如果你能接受你的恋情在这3个月还是会持续的暧昧着。那如果你不能接受这样单向的付出呢，那3个月后，这段恋情就会结束了。那对于交往中的朋友，因为你们在一起，大部分的原因，很多都是因为外表或者是物质上的条件，很少因为双方真爱彼此。那很少部分的人呢，是因为在一起很久了，感情也淡了，才会与对方在一起就像是例行公事，也没再交心，也很少讲话。那或者是呢，演戏给外面的人看，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是很专心在对方身上。有部分的人的对象呢，也只是因为依赖着你，需要你的经济支持，没有真的在付出真心，也没有真心在关心你。当你心情不好或者是生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对方常常不见踪影。如果你们同住在一起，虽然你会照顾他，但是呢，他很少在你不舒服的时候照顾你。这3个月这种表面的恋情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持续，你最后还是会选择离开。那对于已经分手的人呢，已经分手了，有些人
和对方因为本来就不是爱情而交往的，你们交往呢，是因为物质成分和外在条件的原因，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和对方交往太久了，感情都淡掉了，所以分手之后，对方突然消失断联，那也是很正常。分手之后呢，也很少想要挽回。如果你对他还有眷恋，可能是对方给的物质或者是肉体上的想念，或者是你在交往时给予对方的东西，你想要对方交还，所以呢还会有联络。不是因为真的很爱对方，希望对方回心转意，也不是呢想要和对方成为心灵好友。那这3个月，如果你们金钱上的事情都已经处理好了，就不会再继续联络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如果你继续要留在目前的这段爱情之中，浪漫天使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？你抽到的是孩童牌 Children， 这张牌呢，在告诉你的爱情生活正受到孩童的影响。那这组朋友，不管你是暗恋、暧昧、交往，或者是分手的情况，少部分人本身或者是你的对象是有孩子的，有的人呢还是和对方的孩子哦。但是这组朋友大部分都是没有小孩的。不管你本身其实有没有小孩，浪漫天使都是要告诉你，请你多多去观察小朋友的天真无邪。因为择偶的时候尽量减少一点物质和经济条件的比重，与对方纯粹的爱情也是很重要的。虽然你会觉得外在条件和经济条件本来就是生活的基本，如果面包都没得吃了，只靠爱情也是活不下去的。也会觉得呢，我讲的其实都是空话。但是当你物质和经济条件都已经达到了，你是否会因为欲望就修正你的爱情观呢？当你习惯去掌控经济和物质的外在条件，连爱情的对象你也会想要掌控与征服。这样的爱情在得到之后，你就索然无味了。或许呢，单纯一点的爱能让你享受更多爱情的幸福哦。好，现在来看，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呢，那3个月内的情况会如何？你抽到6张牌，抽到的是圣杯1的正位、圣杯皇后的正位，还有圣杯2的正位、权杖3的正位，还有钱币7的正位、钱币1的逆位。那我先说暗恋的朋友。这个大部分的人如果现在放弃原本的对象，你不久后会遇到新的对象哦。不是单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，也不是因为他符合你的择偶条件，而是他会给予你心灵上的滋润，让你感觉到爱情的美好。那不管是他先对你示好，或者是你先暗恋他，你会觉得对方是你的灵魂伴侣。当他有困难或是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会发自内心真的是想要照顾他。那陪伴他会激发你的母性，你会想要跟对方有进一步，你也会思考未来的可能性。那这次的对象呢，如果你不要去考量他的经济条件就以感情层面来做考量，你会很幸福的。但是如果呢，你希望对方给你满满的物质需求，那这3个月是很困难的。那另外这组有部分的朋友你本身或是对方已经是有伴侣了，但是你还是很喜欢对方，觉得对方就是你要找的人。可是你会思考你们现实的考量，对于未来，尤其是经济这一块在这3个月会很犹豫要不要继续去喜欢他。那如果是暧昧的朋友呢，你如果原本的对象你想要放弃，你会去遇到这个新的人，或者是最近熟悉到这个新的人，会让你感到幸福。他就像是你的灵魂伴侣，你可以参考暗恋刚才那一组人的内容。当你去接受他的
温情攻势，你会考虑接受他，但是在考虑接受之前啊，请你先打听他是有没有对象的人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伴侣，这样才不会在这3个月里面浪费你自己的青春。那如果你是交往中的人呢，你如果与现在的对象没有真爱了，只是外在条件的结合，时候到了，你会想要离开这个人，或是因为感情淡了，想要放彼此自由。那你3个月内啊，会遇到另外一个对象，他会给你关怀，给你温暖，让你感受到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感觉。你会与对方无话不谈，就算什么都不说，他好像也会读懂你的心。你会认真考虑与现任分手，转往与这个新对象在一起。但是新对象的经济条件呢，比你或者是现任的经济相比啊，这个对象好像弱了一点，就会让要求对方要有经济条件的你感到两难，不知道是不是要和新的在一起。这3个月会很纠结。那分手的朋友呢？这组朋友啊，如果你已经与拥有好的经济条件的人分手了，你对过往的人啊，也不是很真心交往的。一旦有新的人发自内心对你好，你很容易就动心了，你会考虑与对方进一步的在一起。只是对方的经济条件是让你犹豫的点，你会怕对方的经济不够好，或者是为了追你而装阔。这3个月呢，你会因为经济跟外在条件的部分很犹豫，要不要和他有未来呢？那我们最后呢，来看看，如果你想要离开目前的人或者是这段感情，浪漫天使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？你抽到表达你的爱 ，Embrace your love， 勇往直前，展现你的浪漫姿态。那这组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爱情阶段，你对于爱呢，总是会瞻前顾后，会想要以稳定的经济条件为先决条件，就会让你呢错失掉很多新机会哦。因为很多好的对象在遇到的时候，并非都很富裕，钱是可以赚的，感情却很难培养。一旦呢，你遇到喜欢的人，如果对方人品或者是没有伴侣呢，经济条件可以过得去门槛就好了。相信你的直觉吧，不要忘记你是有灵性天赋的人，请你闭上眼睛，用你的第六感去感应，去和高我做连结。爱情有时候也是需要冲动，它才能更顺利推进的哦。那第2组朋友的爱情呢，我要说的是你对于原本的对象并没有存在很深的感情，而且呢，你放弃旧有的，你的新恋情就会有机会了。虽然旧的对象物质条件呢会比新对象好，这会让你很犹豫的。但是你如果觉得原本的对象真的那么好，真的那么优秀，你今天呢也不会来看这段影片咯。那我今天的解牌内容就给你做参考。好，那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嗨，第3组的朋友，你的指引卡抽到第6号实现牌 Fulfillment， 跟第17号牌 Growing 成长。那我们在解牌前呢，我们先来看这2张指引卡。那实现牌的画面中呢，是有一位女性呢走向大门，大门外面呢是一座花园。那另外一张呢，这张成长牌是画面中有3朵盛开的玫瑰花和2朵玫瑰花苞，旁边呢还有2位蝴蝶精灵。那最上方是有神圣之光。这组朋友呢，你是个比较独立的人，从以前到现在不管是学业、工作，你都会好好的去做，
不让家人担心。你的外表啊和经济条件都很不错，你也很容易去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梦想，因为你是个认真的人，能力也很好。只要你制定计划，你就会想要去实行。你的周遭呢，就像牌卡中有蝴蝶精灵和鸟儿精灵在保护着你，让你放胆去做。就算一时失败了，也有上天的指引和保护，你也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。只要你下次继续努力，也会有所收获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塔罗牌，我们会先看现况如何，看完之后啊，再来看如果你继续喜欢或者是想着目前的对象，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？那再来是你不喜欢或者是离开这个对象，未来3个月内的情形会如何？那不管是现况、继续或者是离开，我都会分成暗恋、暧昧、交往、分手4个情况来解牌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看你的现况抽到什么呢？你现况抽到地足7的逆位和地足9的正位，那也就是传统塔罗牌的钱币7逆位和钱币9的正位。好，那先说暗恋的朋友，那暗恋的这组朋友呢，你对于暗恋对象啊，只是有好感、欣赏而已，还不算真的很喜欢。就算最后啊，对方没有选择自己，好像也没关系。觉得对方呢，其实可有可无的。可能是你在骑驴找马，想着会不会以后会有更好的对象，又或者其实你的心思呢，并没有都放在那个暗恋对象上。你目前焦点是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上，或者是你还有其他欣赏的对象。当然也有部分的人啊，会觉得这个对象难度太高了，所以只能暗暗在心中想着对方。而你自己啊，也是单身贵族，自己经济条件不错，就算你不是非常有钱，也是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，自由自在。有的人呢，也有其他追求者，追求者的条件有些还不错，只是你目前可能没有非常喜欢。所以就算你暗恋的对象没有和你走在一起，你也不会像今天影片中的第一组人那么的在意。那对于暧昧的朋友来说呢，你和暧昧对象一起出去的时候啊，并不会表现出对他很认真、很喜欢他的态度，好像很多事情都有点随便，也无所谓。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，又不愁没有其他人来追。有些人呢，则是觉得啊，表现的无所谓，才不会在最后失败的时候太伤心难过。那事实上，你本身条件啊，确实是很好的，身边有人追求着你，暧昧对象啊，其实也知道。但是暧昧对象啊，他本身也有其他考量的原因，不一定啊，会因为你条件好，就马上跟你在一起。那至于交往的这组朋友呢，已经在一起的人啊，你和现任在一起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很优秀，对方有很多都不如你，所以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常常漫不经心又爱抱怨。有时你无心的话语啊，也会让他很难受的。他还是很宠着你，当然啦，是因为你本身条件好。就算呢，你是有伴侣的人哦，外面的人还是有人会对你示好的。那些人条件可能也不错，少部分的人呢还会送给你礼物。你的伴侣都知道哦，他还是会对你很好，尽量满足你的需求。恋爱生活啊，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，但是你内心多少会嫌弃你的伴侣，希望啊他能够做到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那至于分手的人呢，因为你觉得对方很多条件都不如你，再加上久了感情就淡了，就算分手呢，你也不太会想要去复合。虽然有时候你还会想起以前有人呵护备至的生活，但是啊，就只有在脑中想想而已。实际上，你也不太会去找对方复合，
或者是对方来找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见得马上答应，久而久之，和对方也就真的断掉了。少部分的人因为工作或者是有其他人追求你，所以你也没那么多心思去想这个人，那时间久，感情就会更淡咯。那我们接着来看，如果你选择继续这段感情，3个月内的情况会如何呢？你抽到天主1的正位，5号祭司牌的逆位，还有地足3的逆位，也就是传统塔罗牌宝剑1的正位、教皇牌的逆位跟钱币3的逆位。那暗恋情况的这组朋友我刚才说你的现况，你对于目前的暗恋对象其实没有那么上心的。有的人呢是因为有其他事情要忙，也有人是因为这个对象只是你暗恋对象之一，或是这个对象呢要到最后攻略成功，是很有难度的。但是如果你这3个月决定选择这个人呢，这个人要攻略是要花很多时间去挑战的，可能呢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引起他的注意。那扫除困难障碍或是清楚情敌的时候，你会变得比较冷酷一点。而你和暗恋对象之间呢，因为你们的身份、地位、年纪、职位等等因素，就算之后恋情成功也是不太能公开的。你的条件是很好，但是对方似乎没有因为你的好条件而称赞过你。你和对方在这3个月里面，大部分的人呢是同办公室的人，或者是客户等工作上的关系，或是打工、活动、课业上的同学、朋友。但是你和你的暗恋对象沟通不太顺畅。那如果你是暧昧的朋友呢？暧昧的这组朋友这3个月因为你本身条件不错，又加上已经认识一阵子了，暧昧游戏玩久了也是会腻的，你的态度会变得比较冷淡一点。那认识久的呢，也是会看到对方的缺点，而且你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话呢，还是要跨越一些困难的。那些困难是因为你的原因或者是他的原因，可能双方都有问题要克服的。所以你们暧昧的时候，也不能让别人看出你们双方都有意思。当然，很多原因是因为这组朋友你和暧昧对象是办公室恋情，或者是常常联系的客户关系，或是你们身份地位是有差距的。少部分人呢，还是多角关系的不伦恋。你们就算还没有正式交往有些人就有亲密的举动了。那对于交往的这组朋友呢，因为交往久了，新鲜感没有了，或者是你觉得已经确认关系，再加上你自身条件很好，也没什么需要担心的，所以你的心思大部分都转往其他部分，例如工作、生活、家庭。那对于爱情呢，你的态度呢就会比较冷淡，趋于理性了，去迎接生活中的其他挑战为主。那少部分人因为是地下情、不伦恋是不能公开的，要在一起阻碍本来就比较多，你们要克服的障碍很多。还有人是办公室恋情，是很怕见光死的。还有其中一人呢，可能已经有伴侣了，为了不要让其他人察觉，所以这3个月呢，平常白天你都要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哦。那至于分手的人呢，已经分手的人这3个月虽然你还是会想起这个对象，但是白天和平常你都会表现出对这个人很冷淡的感觉，把心思都放在工作、课业和生活上。不管你是因为之前和他地下情，他劈腿，或者是有伴侣，或者是因为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直都不太和你沟通，也不称赞你。总之，你们既然都走到分手程度了，一定是你对那个人有什么不满的部分，那个人也不改变，所以才会造成分手的结果。那你既然决定分手了，这3个月你也不会想再回头了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对于你如果想要继续留在目前的环境，浪漫天使是给你什么建议呢？
你抽到的付出努力和放下控制的牌。付出努力 make the effort。 美好的爱情呢，值得你依循内在的引导，逐步采取行动。这组朋友，不管你是暗恋、暧昧、交往、分手的情况，我刚才说过哦，有些人啊，对这个对象并不是很上心，可能是因为你条件很好，有其他人追，或者是对方没有达到你期待的标准，你没有办法开心的和他相处，或是这个人呢，和你是办公室恋情，少数人是不伦恋等等，平常是不能对外公开的。让你对这个对象啊不想要付出太多，因为你总觉得啊他没有办法和你走一辈子。但是浪漫天使要提醒你，不管啊是工作、课业、生活，本来就是有努力付出才有收获的，更何况是你想得到美好的爱情。如果啊你想要得到好的爱情结果呢，要先去播种、耕耘才会有收获。那我的意思是说啊，你想要对方对你好，给你浪漫，你总是要先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。你要明示或暗示他，你想要浪漫的感觉，或者是希望对方称赞你的话呢，希望对方对你好，当然你也要给他回报的。人和人之间呢，常常是会彼此互相模仿，这就是心理学中的变色龙效应。如果啊，他给你浪漫，你不是冷淡的回应，而是给予热情，你甚至呢，也以浪漫的举动给他惊喜，你们互相仿效之下，你们自然就会朝着浪漫的路去走。如果啊，你总是想着他不足的部分，或者是造成你困扰的部分，你的回应就很冷淡了，那这样的爱情自然就越走越平淡哦。那放下控制这张牌呢，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， 让这个情况自然展开。这组朋友啊，你无形中会把爱情当作是工作，在工作上啊，你做了某个指令，你的下属或者是你的客户呢，会回应你期待的答案。如果不是你期待的答案啊，你也会有方法去解决这样的冲突，或者是突发状况。或者是在课业上呢，你遇到考题，你也知道怎么作答。但是爱情啊，不是工作，也不是课业，你会发现对方啊，常常呢都接不到你的球，或者是你给他一个暗示啊，他始终也不懂那是什么意思。这啊，比考试跟工作还要让人心累。那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感情很累呢？因为很多人都想要去控制对方，希望对方能照自己的方式去走，自己的标准去达成。一旦对方没有呢，就算他只差那一点点，你都会为了那一点点而生气、难过跟烦躁。浪漫天使希望你放下控制，那不要去看那些不足的部分，你就让感情自然的展开。就算你对于他的回答很不满意而生气，你也可以明白告诉他，你看他会如何回应你。只要你表达了，并且不要对他抱有太高的期待，就是单纯看他会如何去做。有时候结果啊是会神展开的哦，出乎意料呢，反而会给你惊喜。那人生啊，其实就是如此，充满着未知数哦。那现在来看，如果啊，你现在选择离开，那3个月的情况会是如何呢？你抽到了海族3的逆位，火族9的逆位，猫咪魔法牌的正位，那也就是传统塔罗牌里面的圣杯3的逆位，还有权杖9的逆位，还有魔术师的正位。那对于暗恋的朋友来说啊，因为你对原本的对象本来就没有非常喜欢呢，要你放弃也是很快的。你如果真的呢放弃原本暗恋的对象，这3个月啊，你是有机会在朋友的聚会认识新人。有的人呢是经由朋友介绍去认识他，或是和原本不是很熟的朋友熟悉起来。可是你要小心哦，对方可能是有伴侣了，只是隐藏不让人知道。
那另外呢，因为你本身条件很好，这个新对象啊会吸引你，肯定啊也是有过人之处的，他也是有其他人喜欢的哦。你和他在这3个月里面啊，关系是很难推进的。那不是说呢你入不了他的眼啊，而是有时候呢你是稍微运气差了一点，或者是有突发状况，其他人呢总是快你一步的邀约他，但是呢我相信你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你是会用你自身的优势，像是你很会讲话，或者是幽默风趣，工作能力很好，有的人还会唱歌，还很多才艺等等，去吸引他的注意，他会被你某些特质所吸引到哦。那少部分的人啊，在这3个月呢，就会把重心转往工作或者是朋友跟其他活动上面。所谓情场失意，至少你在工作上面也是会有不错的表现的。那在暧昧的这组朋友呢，如果你放弃原本暧昧的对象之后，会因为朋友介绍或者是朋友聚会，或者是你们本来就是常常出去吃饭、喝茶、游玩的朋友，这3个月呢就变熟了，也注意到彼此了。对方跟你呢更多暧昧互动，那一样啊，你要注意对方是否有跟其他人也走得很近，搞暧昧。如果对方是未婚呢，也没有交往的对象，当然呢，他有搞暧昧的权利，毕竟你和他都是条件很好的人。但是如果他呢，每个搞暧昧的人都是要有肉体关系的，而且之后就不负责任消失了，你要好好的评估这个人哦。你评估完了之后啊，如果觉得对方是真的很好，那你就可以知道机会，拿出自身的优势，主动出击了，会有很好的机会和发展哦。那如果你是交往中的人呢，交往中的朋友，你如果想要和那个人分手，这3个月呢，你不会马上和他说分手，你会慢慢的呢，与他从2人世界变成去找其他的朋友一起游玩。有时候就算呢，你和朋友混一整天也好，就是尽量不要和那个人单独相处。但是啊，你们就是这样耗着、空等着，很多人可能会想说，这样慢慢的感情就淡了吧。可是实际上，如果你不把话说清楚，对方可能真的以为你就只是很忙，或者是朋友很多，或者是活动很多而已哦。所以快3个月的时候呢，你也不想要这样浪费彼此时间，你会好好的和对方沟通，尽量理性的谈分手。当然有部分的朋友啊，你在与这个人还没分手的时候，就透过朋友去认识其他对象，所以呢，你想要和这个人分手的想法就更加坚决了。那至于已经分手的朋友，这组朋友啊，如果你已经和对方分手了，这3个月里面呢，大部分人会去找朋友聊聊天，多去参加朋友的聚会，或者是把心思转往工作、课业去发展。爱情呢，就这样暂时放下咯。但是你工作跟课业的发展还不错，那少部分的人呢，会因为朋友去认识新的人。虽然你和这个人啊，在这3个月里面没什么发展，但是至少啊，你个人的好条件也吸引到这个人的注意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会来看看如果你想要离开这个人或这段感情，浪漫天使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？哇哦，你抽到了好多张，你抽到了6张牌，我全部念一遍再来解牌哦。你抽到的是分离 （separation） 跟吸引力 （attraction）、热情 （passion）。去爱是安全的 （it's safe for you to love）。信任 （trust）、婚礼 （wedding）。分离这张牌呢，在说与伴侣分开的时刻即将来到。吸引力，全然的享受当下，你吸引到浪漫的爱情。那热情这张牌，允许你的心与灵魂欢欣高歌。去爱是安全的，敞开胸怀，付出接受与全体最高层次的能量。信任这个情况要求你要有信心。婚礼
这个情况与婚礼有关。好，现在全部念过一遍了，那来解牌了。这组朋友啊，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爱情阶段啊，从这6张牌呢，可以知道你本身的条件啊是真的很好的。你看这张吸引力的牌，不管你是否啊常常打扮性感，你就是让人觉得啊你是很有吸引力的人哦。所以呢，会有人来追求你，或者是吸引某些人。但是你本身对外啊，会让人觉得你有点高冷欸。浪漫天使啊，请你啊拿出热情，不管你是因为感情，或者是因为工作或课业上啊，都请你拿出热情去面对。当你拿出热情，又加上你本身的魅力，你会吸引更多更棒的人。有些人啊，平常高冷是因为觉得那些人的条件不好。那有些人高冷是因为觉得追你的人都是轻浮或者是有伴侣的人，怕自己被骗。那浪漫天使因此给了你这张牌呢，他给了你分离和去爱是安全这2张牌。他就是要提醒你哦，如果你遇到呢有伴侣的人呢，那他们之后啊会渐渐跟他们的伴侣分离，你呢就能放心的去爱了。那如果你本身自己啊目前是有伴侣的，你呢要先与你自己的伴侣分离，要离开之后，你才可以安心去爱新的人。那最后啊，这组朋友呢还有一张啊婚礼的牌和信任的牌。那信任呢，是要你对于你现在的这个情况，你要有信心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去担心那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那婚礼的这张牌呢，是要告诉你呢，这组朋友啊，很多人应该呢是已经已婚了，或者是你的对象啊已经结婚，或者是曾经结过婚的人。那少部分的人啊，则是准备呢，你要和你爱的人步入结婚的殿堂。那如果你是单身，你也没有结过婚，也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呢，那请你去参加婚礼哦，你会有认识新人的好消息。那第3组朋友的爱情呢，我要说的是，因为你自身的条件是很好的，总有人喜欢或者是暗恋你。对于原本的对象，你也没有存在很深的感情。当你放弃旧有的之后呢，你会有朋友陪你，你人生中也会有其他的目标。爱情并非占用你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。那大部分呢，会选这组的人啊，你今天来看我的影片，除了觉得好玩，想要测测看，有部分的人应该是想来看看有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新恋情出现吧。那我今天的解牌呢，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